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冰若 Bree。今天呢，我们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动物之家。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很特别的任务呢，就是要来帮浪浪变身。你有没有觉得这边的环境其实不错？今天第一次来的时候，发现非常的明亮，而且上面还有很多很可爱、漂亮的一些彩绘，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很像文创园区啊。有，就是跟我想象中的动物之家完全不一样。结合一些文青市集，比如在外面摆一些摊位。说不定现在就是那种动物市集，或是结合浪浪主题的一些文创小物，其实也蛮多的。我们赶快进去看一下里面今天是什么样子吧，走。大家印象中的动物收容所是什么样子呢？老旧、脏乱，狗叫声此起彼落，沉重的氛围混杂着空气中难闻的气味。今天来到台北市动物之家，完全颠覆了这些想象。虽然不算新颖，但环境干净明亮，一切井然有序。目前这里的流榕树已经接近饱和，因此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宠物美容师，希望透过浪浪变身企划，让狗狗焕然一新，更快遇见属于它们的幸福旺生。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动物之家的里面。我们今天很荣幸的可以邀请我们动物之家的志工温妮姐姐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其实我们这一次来动物之家做的这个企划，帮浪浪做美容呢，其实是为了提升我们的认养率。不过就是因为每一只的狗可能不是那么适合的做美容，这个部分我想请温妮姐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为什么不是每一只都这么适合？因为他们很多之前也许被饲养过，那也许主人不知道对待它是什么方式，那有的是在流浪过程中也许有一些遭遇，所以有些进来的时候到这个环境，其实有狗很多，然后人又复杂，环境也很复杂，所以会变成很多狗进来是紧张的，需要我们青训，需要让它安定，需要有安全感以后，慢慢让人家来认养，然后就可以再有个家。所以不是每只狗都是这么的亲人跟可爱。因为你做志工这个工作做几年？14年。那在这14年过程中，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回忆吗？我们志工有一个保姆制度，因为这边环境比较复杂，那我们带回去让他们从比较不健康的状况，然后照顾到很好的状况，然后就可以送养。把这些狗狗猫猫带回家，费用的部分会是自己负担。日常的费用的话，其实我们志工会自己愿意付。那所方也让我们可以，比如说申请一些饲料啊、尿布垫啊，还有一些药品，照顾这些狗狗的时候，看到它们被认养，那种开心是无法言喻。当然也有悲伤的时候，因为很多老病犬没人认养，也会老走或者是生病走。这些有开心的，也有难过的，都会让我们更刺激，我们要更努力的去送养，让他们有个家。这样怎么办？就听了这个故事，觉得我们今天只能选一只，我打会不会进去？觉得很心痛，怎么只能选一只？不会，我们可以继续很多次，然后也欢迎你们分享，然后让大家能够多来跟他们互动，才知道他们是可爱的、亲人的，然后就可以带回家。那我们现在就赶紧往里面去看狗狗吧。那我们就走这个方向。这2区是可参观的区域，那里面有些幼犬，有些老犬，有一些亲人的狗，有些是刚来的狗，那可能就是需要筛选一下。我想要问一下 Abby， 我们为什么会就是选这一只博美来进行今天的浪浪美容呢？因为它在里面的状况是看起来最需要被美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毛发纠结，指甲过长。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先剪指甲，先剪指甲。对，先看看它的状况。我会好奇说，就是这一只博美，它的名字是叫什么呀？它叫球球。它来动物之家多久？今年多大？大概有2年了。那年纪的话，可能是4岁到5岁左右。我们现在就是在顺便修一下它的毛。对，脚底毛。对，它们散热的地方。它目前是有一点紧张，有点紧张。对，但是还好。它如果不要直接看待是没关系的。博美因为它们是长毛犬，所以它们的毛发其实都是需要定时去做修剪，不然它就是会像现在这样会炸得乱七八糟，然后打结。通常狗狗在被美容的时候都会是这个状态嘛，需要有人抱着。每一只狗的个性不一样，那像球球它就是比较容易紧张，那对陌生人会比较警戒一点。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个熟的人抱着它，它会比较安定一点。球球它是怎么样来到动物之家的呀？当初是它的饲主说年纪大，再加上它有咬人的问题，所以不得已只能把它带进来。它刚来的时候确实它非常敏感，它是很凶的。我那时候刚处理它的时候，它是会跳起来要咬人的。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带，慢慢的带散步啊，熟了以后做一些简单的照顾是还 OK 的。所以这只狗狗目前状态评估是可以进行美容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它目前什么样的状况对你来说会觉得是最大的挑战？就是触碰它比较敏感的地方，比如说脚啊、内侧啊。就是我们会有很多保定的动作，所以就是保定动作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保护好自己。你只要做好，然后固定好，狗不要受伤，那人几乎也不会受伤。对。那如果真的犬只的体型太大，那这就是双人作业。对，一个人保定，一个人安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作业。我们帮球球做改造的话，大概预计会花多久时间呢？大概抓2个小时。那大姐的状况比较严重。你确定2个小时拆得完？我现在看它的毛，好像在剃羊毛，就是剃掉很快啊，很多有皮肤病。接下来就交给 AB 来处理喽。像例如我们刚才看到说里面球球的状态，它其实就是会警戒性比较重。像浪浪来到这样子一个新的环境，通常你们会怎么样去跟他们建立信任？其实狗狗刚来的时候啦，我会建议大家什么都不要做。那我们就先观察一下它跟其他犬只相处的状况。我们不要随便去触碰它，不要随便就帮它上牵绳带出来，因为有些狗狗它可能是流浪犬，它从来没有被人家牵过。那这时候我们上牵绳，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它有可能会翻滚啊，然后咬牵绳啊这样子。那有没有什么是千万不能做的？以新来的狗狗来说，第一个绝对不能做的就是摸，伸手去触碰。第二个就是拿食物，比如说零食，我们手直接这样子拿到它面前去喂。那再来就是，狗狗如果不熟，我们也不会说强迫它一定要牵着出来，它可能是紧张害怕，这时候它出现攻击行为的机会就高一点。很高。刚才以上这些步骤之后，你们通常会做什么样的关键的一步去跟狗狗建立信任？以我来说，假设它今天是刚来的，比较紧张，那它可能都会离我比较远，那我可能就会像现在这样子坐在它旁边。坐在旁边。那我可能这个时候就是讲话，我也不会去碰它。每一只狗的情绪反应，所以可能会需要不同的时间。对，时间都是不一定的。像它的话，大概1个礼拜，它就已经愿意让你摸了。所以狗子其实是一只算亲近、比较亲近人的狗。